Hello， 欢迎来到加持桑的魔玩分享。今天我们来看这款由万代在13年发售的超合金吉尔加美什。整个玩具的外包装没什么好看的，要不是左上角超合金3个大字，我是真想不到这个系列还出过可动小人。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看到玩具的本体。整体看下来非常醒目的就是大片电镀涂装所覆盖的金色外甲了，看起来十分华丽，让不了解菲特的人来看可能会错认为圣衣神话吧。可以说正因为玩具全身采用了电镀的工艺加深了我对金皮卡那种财大气粗的印象。由于是10年前的模具整个面雕看起来没有那么神韵，但也不算崩吧，起码达到了合格线的水平。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金闪闪的这个头发开模精度个人感觉是要比之后3年出的菲格玛吉尔加美什要精细一些的。可以说万代在早期做面雕难得的一次成功了。玩具本身官方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比例但与菲格玛的 C 把摆在一起没有太大违和感，就当它是1:12的吧。作为一款超合金系列的产品玩具本身的含金量非常足。作为菲格玛 A 闪的上位替代品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为什么说超合金是菲格玛的替代品我这盒超合金金闪闪的入手价也就300出头，配件方面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了。除去本体自带的握拳手以外是给到了一对握持手、一对用剑指人手、一对开掌手以及一只握持酒杯手。表情替换方面，除去本体自带的严肃脸以外另外附赠了2张脸型由于金闪闪全程游刃有余的一个战斗状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对对手的轻蔑与藐视。然后就是玩具本身就像龙珠系列的 SHF 一样，通过大臂平转的插拔来进行抱胸手的一个替换。可以看见这里平转的这个桩还是非常粗的，不用像龙珠系列的 SHF 一样担心断裂的风险。整个替换的流程也算是比较简单的吧。配件方面刚才也都是给大家看过了，一个酒壶、3个酒杯、一把乖离剑，以及玩具内附带的一个非常大的地台而且上面还印着阿切尔3个字。可动性方面，头部上抬下低左右旋转都没有什么问题。在大臂连接胸口的位置有一小段拉伸关节，肩胛连接手臂的位置可进行独立可动。在肩胛做出一定避让后手臂平抬接近90度，大臂位置可进行360度旋转，曲肘超过90度，腰身位置后仰前倾的幅度一般，左右旋转也不咋地。下半身腿部前踢可达75度，侧踢接近90度，后裙脚为独立可动，但即便如此腿部后踢也只有15度左右，屈膝超过90度。脚踝处的可动性一般，但由于全身含铁的原因站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脚尖处也有一定可动能力。好的，在视频片尾简单总结下，本款金闪闪称不上完美，但起码带给我的惊喜还是不小的。大面积的电镀涂装对比菲格玛那抠搜的成型色而言真的赢麻了。哪怕拿再版菲格玛对比那金色涂装居然还有氧化的通病。这款超合金闪闪可是10多年前的模具了呢。我这款电镀是没有出现一点氧化的迹象，但有一说一可动确实是一大扣分点了。由于厚重铠甲的限制，腰身以及腿部基本摆不出什么大张力的 pose。虽然配件给的十分丰富，但就依我个人而言要是能再多给一张狂笑脸或者怒吼脸就好了，这样拿剑指天的这个动作看起来也就更自然一些了。好的，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喽，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